在现代战争中，空战毫无疑问成为了主导胜利的关键因素。随着俄乌冲突、哈以冲突的不断爆发，刺激着各国在空中争霸的决心。在战机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那么这些新时代的战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据多家媒体报道，2023年的最后一周可以说是俄空军的至暗时刻了。一周时间损失了7架苏34，先是被乌军的无人机在机场撞毁2架，又在赫尔松地区上空一天被击落了3架，随后2天又被击落2架，甚至到了今年年初，一名被乌情报部策反的俄罗斯少年在俄国境内点燃了1架苏34。不得不说这半个月的时间让俄空军颜面扫地，但是在1月7号总算是挽回了一些面子。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击落了2架乌克兰战机。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最新战报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在第聂伯罗市附近击落了1架乌克兰的苏25战机，在克里维里赫附近击落了1架苏27战机。但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统计，俄乌冲突自2022年初爆发至今，俄罗斯一共损失了620架飞机，包括314架战斗机和306架直升机。哈以冲突从去年10月份激烈爆发以来 ，F-35I 和 F-15I 让以色列毫无悬念地拿到了空中优势，哈马斯基本上很难抬头。这些现象无论从经济还是战斗效果方面，都刺激了世界强国积极推进自身武器装备建设，6代机加速推进，新型弹药广泛运用，无不预示着新型战机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而最新的6代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2023年11月，美军的 B-21突袭者首架原型机从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空军第42工厂机场起飞，飞行90分钟后，在加州爱德华斯空军基地安全降落，预示着新一代空中王者时代的临近。B-21突袭者优化了设计，采用了新一代隐身技术、先进网络技术和便于升级的开放系统架构，可以执行常规和核打击任务。这架飞机配备了2台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约82吨，最大航程约8000公里。机腹下的主弹舱可以携带不超过9吨的弹药，包括空军现役的常规导弹、炸弹，当然也包括核弹，可以执行穿透性作战任务。在先进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它除了能够实施轰炸打击外，还能充当态势感知节点、信息中继节点和战术任务指挥节点等。之所以能实现上述的角色转换，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其采用了开源软件，实现了更多嵌套式功能模块。这就使得 B-21突袭者经过了即插即用方式，加装上了侦察模块。软件升级后从轰炸机变身成了侦察机。同样的方式也能使得其快速变成电子干扰机或蜂群系统母机，甚至挂载若干射程超过200公里的 AIM-260 远程空导弹，成为真正的空中武器库。相对于此前升级潜力相对有限的 F-22B2 等战机，由于 B-21突袭者采用开放式架构和部分民用元器件，能以较低成本不断升级强化软硬件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是全谱系隐身能力、信息化、智能化和经济性水平最高的新一代战机了。说白了，就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平台，想要哪方面能力就升级相应模块。如同电脑的主板，想要提升电脑能力，在主板不过时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升级硬盘、显卡和 CPU 等方向。B-21的出现是将以空优作战为主的战机和对地轰炸为主要任务的轰炸机，空中指挥控制为主的预警机，以及制电磁权为主的电子战机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了，或者说是合而为一了。B-21绝对不是单纯的 B-2的简化版，更不是普通的隐身战机。大兵觉得它更像是这个地表出现的第一款6代机。2023年5月，美空军宣布，他们向工业界发布了保密的招标文件，广泛征集下一代空中主宰平台方案，并明确指出，计划2024年正式售出工程和研制发展合同。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指出 ，NGAD 平台是空中主宰系统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相较于其计划替代的 F-22，将在技术上实现跨代飞跃。
NGAD 平台兼具对空和对地攻击能力，将增强杀伤力、远航能力、战场生存力、装备互用性和环境适应性，从而满足高强度对抗作战环境需要。美空军一再表示 ，NGAD 平台不像 F-22或 F-35等传统有人驾驶战斗机，而是一个系统家族，包括了有人驾驶战机和协同作战飞机、增强的传感器能力，以及与卫星、其他飞机或其他平台链接的先进能力。而 B-21从各个角度看，和这个 NGAD 平台很多特性都相符。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今年12月签署计划，共同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协议。协议计划将于2025年启动开发，力争2035年开始部署。3国同意为此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及出口管理的3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这款新战机项目由日本的三菱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集团共同负责机身和系统总体开发，发动机则由日本的石川岛波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以及意大利的 AVIO 共同研发。电子设备则由三菱电机、莱昂纳多英国分公司和意大利本部承担，在战机的光电技术上则由意大利公司开发，而这也是 GCAP 的核心分系统之一。虽然目前 GCAP 是3强联合的产物，但结合该项目的内核来推测，只是一个好看的面子项目。主要原因是按照公布的合同显示 ，GCAP 是一款和 F-22类似的隐身战斗机，但根据时间进度安排 ，GCAP 实机试飞已经是在 F-22诞生40年之后的2035年了。届时6代机也许已经初具规模了。因此 ，GCAP 很难成为那个时代的先进战机，并且以如此之多的国家承担分系统设计和欧洲国家间一贯的合作经验来看，2年内开启项目研制的可能性比较低。更为重要的是，未来高性能战斗机的研制对一个国家独立的工业设计、完备的工业门类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要求，这也使得中等国家进入高性能战斗机俱乐部越来越困难。土耳其也称自己家的首款5代战机 TFX 在2023年进行了多次滑行测试，原计划在2023年底进行首飞，但似乎已经推迟了。韩国的猎鹰战斗机的原型机今年全部完成试飞，并且第2架原型机在今年4月进行了 AIM-120 空导弹机弹分离试验。韩国计划从明年开始小批量生产该型战机。虽然 KF-21 只是部分采用隐身设计，但对于韩国的非航空工业强国来说，实属不易了。而且该型战机第2阶段计划发展出配备内置弹舱的战机，让 KF-21 似乎也有了5代机的大部分性能。可以预见的是，未来6代机的时代理论上来说还是美国的 NGAD 一家独大。当然，印度也曾表示要研发6代机，我们还真的是要认真关注一下印度的进度的。新空中平台的竞争很热闹，飞机搭载的弹药也同样竞争激烈。在机载弹药领域远程空导弹成为了最受关注的武器。美国 AIM-260 远程空导弹项目也在去年迎来关键节点。2023年5月，美国空军高管向外界透露 ，AIM-260 空导弹将在2023年底正式投产，导弹射程达到260公里，主要用于远程猎杀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空中加油机等高价值特种飞机，打击空中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俄罗斯在 R-37 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R-37M 远程空导弹，最大射程达到300公里，在俄乌战场上多次使用，据称在200公里外击中过乌克兰飞机。新一代远程空导弹的列装意味着未来超视距空战将在更远方向开展，对未来空战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对地对海弹药方面，2023年1月 ，BAE 系统公司宣布已经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获得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第2阶段合同，用于海上武器创新计划的联合能力技术演示，即快沉计划。此计划将进一步开发低成本、全天候、多模式开放式结构导引头。从目前来看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开发一种先进的多模导引头，让美军广泛装备的空射精确制导炸弹具备反舰能力。
WOSA 的双模导引头将安装在907公斤的 GDAM 的弹体前部，雷达导引头位于弹体前部，红外制导单元则安装在雷达罩侧部。战机在发射后呢，导弹会在 INS 和 GPS 制导下滑翔至目标区域，接近目标后呢，转为 WOSA 导引头复合制导。随后呢，修正弹道撞击目标，最后在水线下引爆，从而形成类似鱼雷一样的毁伤效果。通过对 GDAM 的技术的迁移，鱼雷、水雷等传统武器的投射范围和打击能力得到了大为拓展。以往海战上成型乃至固化的作战样式、技战装备、性能特点等正在被打破。例如水雷这种海上防御性武器，一旦融合了 GDAM 的隐身、高精度以及防区外投射的特点，再与隐身战机结合，就能深入对方领土，将水雷布设在沿海航道、内河、湖泊和港口。这也意味着一场空射武器装备的技术变革正在悄然酝酿中。2023年6月9号，俄军柳叶刀先后摧毁了德国的 TRML 4D 型有源相控阵雷达车和 IRIS-T TSLM 地空导弹发射车。俄军引自伊朗的见证者，由于其低成本而被大规模使用，据说单价呢约5万美元。因弹上使用了活塞引擎，可以发出类似摩托车声音，故有网友戏称为伊朗小摩托或者是基辅小摩托。乌克兰呢也多次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进行袭击，就像开头新闻那样，俄军的机场总是处在不安定状态。但在新年的这几天呢，双方都将这一相互轰炸的作战频率提高了不少，造成了俄罗斯大面积的断电、断暖现象。乌克兰也遭受了多次轰炸。另一场备受关注的哈以冲突也大量使用了巡飞弹和无人机。自哈马斯发动代号阿克萨洪水袭击以来，哈马斯使用源自伊朗的扎瓦里巡飞弹和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挂载榴弹的方式对以军发动攻击。此后呢，哈马斯宣布他们实施了35次巡飞弹攻击，成功击中了以色列国防军包括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火箭发射器在内的目标。而掌握了更先进技术的以色列则利用了更多种多样的无人机技术，比如萤火虫、苍鹭、城市刺客等各种无人机，再结合新搭载 AI 技术，几乎完成了一支无人部队，对哈马斯进行了全方位的查打一体作战。从以上2场冲突来看，无人机主要承担了防空压制、炮兵反制、毁伤装甲车辆、猎杀个体目标和城市袭扰这5类任务。而随着使用经验增加和技术发展进步，无人机的发展趋势将有多个方向。无人机将通过集成 AI 技术，组群后以蜂群模式协同打击多个目标，或连续打击一个重要目标，确保杀伤效果。而在投放方式上呢，将具有更强的通用性。投放平台不再单一，而是集成到坦克、步兵战车和火力支援车等装备中。随着小型低推力长航时动力技术、小型发动机、新型发动机推进剂以及太阳能电池等先进动力的研发，将极大地增加无人机的制空时间。目前，以色列的哈洛普无人机最大航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制空时间呢9个小时。前线单兵使用的无人机也将得到极大发展。此种无人机可由单兵随身携带发射，只需要通过简单培训，通过单兵手持设备遥控操作即可投入作战使用。这也是咱们现在看到无人机操作员似乎是在打游戏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呢，从高空的6代机到低空的无人机，都在向着新时代发展。战争总是客观地刺激着军工科技的大力发展，这可能是战争给人类的一种新能力。但具体是好是坏，谁又知道呢？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明日再见。